力道比较大，拉力，而且常就是奇特的那种舍身踢啊、下劈。日本空手道冠军嚣张来华踢馆，不仅蔑视中国功夫中看不中用，没有一点实战能力，甚至放下大话，只需3个月就能踏平中国拳坛。太极实战第一人韩飞龙霸气出战，各种太极腿法狠狠踹脸，打得日本选手嗷嗷惨叫，跪地求饶，彻底证明中国传统功夫并不是大家口口相传的表演性质武术。谈起韩飞龙这位选手，可是中国拳坛近几年来最出色的搏击运动员，并且韩飞龙还是太极宗师王占军的关门大弟子。精通太极功夫的韩飞龙，刚柔并济，出招诡异莫测，不管是波兰2米巨人，还是伊朗实力拳王，都曾被他击败过。并且韩飞龙还在央视举办的6大门派武术对决拿下总冠军，再加上后期韩飞龙将太极与自由搏击相结合，创造出了极其恐怖的擂台招式。面对这个嚣张不知天高地厚的日本空手道冠军，韩飞龙当即向老师王占军立下军令状，必须要登上擂台，用中国功夫狠狠教训日本狂人。好了，废话不多说，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韩飞龙暴揍日本空手道冠军，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第一回合开始，白色长裤就是中国选手韩飞龙，蓝色短裤就是日本空手道冠军朝仓丰树。看着日本选手吊儿郎当的样子，就没有把韩飞龙放眼里。不过身为中国人的韩飞龙可不会惯着他，直接一记接腿摔给对手来了一记下马威。结果日本选手还嘻嘻哈哈的，实在让人气不打一处来。由此说明韩飞龙今天不用狠招，很难击败这个嚣张的日本选手。我国著名的太极名家王占军的亲传弟子，一直呢把这个太极的一些技战法、传统武术太极的技战法揉到现代自由搏击的这个战术里面。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韩飞龙用了一个舍身踢，非常漂亮的一个舍身踢，直接 KO 对手。我们看这场比赛面对日本选手朝仓丰树是什么样的表现？怪不得韩飞龙穿着这样一个长裤。对，很有特色的这么一种中国传统的这个太极拳这个风格哈。果然韩飞龙一旦发力，日本选手根本就承受不了，下劈腿衔接一连串的组合拳打的朝仓丰树慌忙逃窜。当然朝仓丰树就是一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选手，调整过来之后便继续用微笑嘲讽韩飞龙打人没有力气。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不过这可是朝仓丰树嘲讽诋毁中国功夫在先，那韩飞龙就有绝对的义务出山教训他。那个朝仓丰树达到了空当打的一个迎击。对，这套动作呢，这个韩飞龙做的非常流畅。后手直拳接前腿的高扫，韩飞龙及时躲过去了，然后这个动作太戏剧化了。朝仓丰树的一个失去重心，用力过猛，失去重心滑倒了。看朝仓丰树，正蹬。今天这个朝仓丰树，我看他的手拿的呀很低，然后正蹬刚好赶上这个韩飞龙往前冲的这么一个态势，就是加上你单个支撑腿不稳，然后于是起正蹬的时候被韩飞龙给冲倒了。是的。而且今天韩飞龙呢也是充当着我们，眼看对手打算施展死缠烂打的方式进行搂抱，韩飞龙人狠话不多，直接将其撂倒在地上。小编也是第一次看到挨揍了还这么开心的老外，由此说明韩飞龙打的还是太轻了，就应该用中国太极功夫好好教教他尊重2个字是怎么写的，否则指不定未来这家伙会在日本发表更多不尊重中国文化的言论。所以才跟裁判示意啊，好，前摆下劈，下劈。请问董老师，下劈这个动作是来源于哪一种跆拳道，一开始是跆拳道里的技法下劈的，因为在自由搏击这个比赛当中，下劈这个力道比较大，势大力沉，而且这个进攻的这个脚。比赛来到第2回合，先不谈今天的日本选手实力究竟怎么样，尤其是韩飞龙多次的击倒，并没有将这家伙彻底击溃，由此说明朝仓丰树这家伙的身体极其抗揍。奈何这可是中国选手的主场，韩飞龙也在想尽一切办法将日本选手 KO 才肯甘心，这样才能证明中国太极武术丝毫不逊色日本空手道。丰树做正蹬没有起来，没有完全发出力量，这个时候韩飞龙一个后手迎击，直接击中，但是同时手抄到了他的起来这条腿，然后做了一个摔的一个动作。但是这个摔法是不得分的，不计入这个裁判评判的一个因素。
这是发生了什么？刚才是招仓丰从裁判看招仓丰这个膝盖啊起的有一些过于靠近韩飞龙的裆部，所以裁判提出要注意一点。韩飞龙的防守反击做的实在是滴水不漏，无论朝仓丰树发起多么凶猛的进攻，都会被韩飞龙击倒在地。碍于脸面问题，朝仓丰树决定艰难起身继续战斗，毕竟自己可是打心里瞧不起中国功夫。如果今天被中国选手击败，那怎么向日本高层交代？于是朝仓丰树继续加强自身攻势，逼近韩飞龙内围，目的就是要用最短时间将韩飞龙 KO 送走。打拳发力之前呢，自己的整个重心压在前腿上。韩飞龙刚才的目的是想少提他这个支撑腿，让他这个失去平衡，但是没有成功。就是韩飞龙的正蹬落空，然后招仓丰树接住之后，一时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有点迟疑了。我们看招仓丰树已经连续多次利用这种近身跳起来的袭击近身，然后做出一些攻击。随着时间推移，韩飞龙的游走战术发挥的游刃有余。如果说比赛刚开始韩飞龙是被动防守的话，那现在韩飞龙就已经转守为攻，扩大比赛点数。这也导致朝仓丰树最擅长的空手道招式难以抗衡，只能用一些搞怪的动作来干扰韩飞龙的比赛节奏。不过搞笑归搞笑，这根本无法影响韩飞龙暴揍对手的决心。这就是招仓丰树的一个后腿的扫击之后，被韩飞龙接住之后来一个接腿摔。既然接腿摔不得跟那个韩飞龙奥会来做一下这样，这是他破坏对手进攻节奏的一种方式。出腿让你倒地，出腿让你虽然不计分，但是你倒地之后，整个身体就要调整，属于你的节奏就会被打破。是的，还是很聪明的一个打法。第二回合结束。比赛来到第3回合，韩飞龙已经彻底摸清楚了对手的进攻意图，于是韩飞龙选择了更为稳妥的虚晃战术。打完一套迅速后撤，坚决不给对手近身搏斗的机会。就算朝仓丰树进入到韩飞龙的内围，也会狠狠摔在地上。先不谈这能否对日本选手造成有效伤害，但是也变相的证明日本空手道并不是太极武术的对手。转身后蹬踢到裆部。这个是很痛很痛的。转身的后摆腿是应该从他出腿的这个这个角度来看，应该是直奔这个招仓丰树的大腿的。对。后脚跟直接抛到这个大腿的话，应该对手的伤害对对手伤害应该很大。好，看杨回棒。没有。这个对没有大力的镜头里对没有切进。好，表示比赛可以继续。好，我们成都的观众还是非常有素质的，为这个日本选手响起了掌声。比赛继续进行。双方呢之前的比赛呢动作都非常大，所以就导致双方很容易抱在一起。连续拳法组合进攻，但是被这个不得不说，韩飞龙会的搏击招式一点都不少。尽管这次的舍身踢没有完全重创对手，但是也让朝仓丰树心里产生了畏惧心理。万一不小心被韩飞龙命中头部，极有可能会被打成脑震荡，晕倒在擂台上。接下来的比赛，朝仓丰树也变得胆小起来，不敢再轻易放肆。韩飞龙步步紧逼是吧？对。日本选手这架势有点打野架那种感觉。最后10秒。再次九神踢，再次亮了一个绝招，但是没有成功。好，比赛结束了。整个3局比赛看，最后公布比赛结果。韩飞龙实至名归，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大家认为韩飞龙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